授权者，情况如何？见到奈美西斯了吗？就如你所言。奈美西斯，就是星岛护士莎莉口中的小空。两者现在处于一种共生状态。他消灭了异病毒体，从异病毒体的手中夺回了控制塔，目的是为了拯救格索托斯网络系统。如果是如他所说，那么异病毒体的源头就并不是他。那到底是谁在格索托斯网络中植入了异病毒体？而且黑紫色莎莉身上的能量波动已经验证了确实与异病毒体同源。我相信你说的话，但我并不能相信你口中那个星岛护士莎莉的一面之词。就如同我之前所说，当前的信息远远不足，对于奈美西斯的特性也是。或许这只是奈美西斯所做的伪装，目的是欺骗你我，让海加德对事态做出错误的判断，进而影响行动。毕竟此前他长时间潜伏，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入侵了格索托斯网络，酿成了这样的局面，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。此会是可以被定义的。星岛护士莎莉口中的拯救格索托斯网络系统，对于我们而言，真的是拯救吗？以你看来，这个奈美西斯，或者叫做裂空的个体，是值得信任的存在吗？我相信他，毕竟我亲眼目睹他在底层世界中帮助我消灭异病毒体，至少在这件事上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。或许存在将他争取到我们这一边的可能。我无法判断你说的对错，眼下只有你接着深入调查下去，才能给我们带来答案。不过目前的调查情况还算乐观，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此前我们并不了解的信息了，包括你说的表层世界出现异化现象，将异病毒体清除后，异化现象随之消失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。这里面涉及到的系统功能逻辑，我会去分析，说不定有助于我们发现更多异病毒体的特性。如果能借此制作出相应的杀毒程序，那么毫无疑问，事情就能得到解决。但是现实中呢？真实历史中的异化现象又是什么样的？帕罗蒂，格网世界确实是真实的复刻了历史上的艾达世界，对吧？没错。我发现了一份很奇怪的资料。什么奇怪的资料？资料似乎表明，那时候的联邦政府为了应对某种灾难，制定了代号为重塑现实的计划。重塑现实？我没有任何印象。单从字面上去理解，重塑现实，具备这种能力的，除了元能，应该没有别的事物能够做到。能够实现对现实进行重塑的，难道是第二次时空回溯？我竟然是接触到了第二次时空回溯的东西吗？修德尔圆环中爆发的元能瘟疫，到底是原本就存在，还是因为异病毒体的出现才导致的？历史上的这个时刻，元能瘟疫应该已经出现了。围绕着大灾变，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因为资料的缺失，事实上都成了未定的谜团。人们只知道，那个无能不负责任的联邦，不仅坐视元能瘟疫的发生，还最终粗暴地做出了进行时空回溯的决定，希望借此将世界倒退到元能瘟疫还未出现的时间点。而后面的事我们都知道了，更大的灾难发生，大灾变将我们的世界变得支离破碎，一度处在了崩毁的边缘。无数的人在其中丢掉了性命。大灾变，是不是即将要发生在这个艾达世界了？按照现在的趋势来看，确实是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纵然届时大灾变发生，但你毕竟是进入那个虚拟世界的外来者，我会确保你的安全，让你能在其中无事。到时候就麻烦你了。
发生什么事了，帕罗蒂？专门用来扫描数据特异点的程序被隔网防火墙发现了，暂时无法使用。所以我这次无法给你数据特异点的准确位置。你用的程序和隔网防火墙有什么关系？我曾经说过，表层世界的数据特异点类似一种缺陷或漏洞，所以寻找数据特异点的程序本质上是在执行对隔网的攻击行为。我已经使用过2次程序，隔网防火墙已经学会精准识别来自程序的攻击，现在只要我启动程序，就会招来防火墙的反击。而目前我还没有其他寻找数据特异点的方法。那这次隔网内一定还存在其他特异点，但这次寻找坐标的事只能靠你自己了。你已经对表层世界很熟悉了，有没有发现它存在什么特征？之前2次数据特异点的坐标都刚好指向表层世界的元能反应器，或许这2者之间存在什么关联？我不是指这个，而是类似数据流的波动、防火墙功能薄弱之类的特征。没什么印象。2次行动唯一的相同点，就是要利用表层世界原本就存在的元能反应器。没准儿找到下一个元能反应器，就等于找到新的数据特异点。十分大胆的猜想。授权者，如果你成功了，这恐怕会颠覆我们对表层世界的认知。我不过是根据实际情况推测一下，颠覆认知什么的也太夸张了吧。举个例子，经过研究，底层功能被病毒攻击后运行异常，会导致表层的艾达世界也跟着发生异变。所以你上次清除底层病毒后，隔网表层的异化现象也随之消失了。照你的说法，数据特异点的坐标应该是底层漏洞在表层世界对应的位置，而不应该是表层世界本身就拥有的某种固定物品。没错，如果表层的元能反应器能够决定数据特异点的位置，就说明表层世界的运行逻辑也在影响隔网底层。这对我们修复隔网的计划会有深远的影响。大概听懂了。不过现在讨论这些感觉也没什么意义，等我试过再说吧。如果成功了，总归不是坏事吧。抓紧时间吧，授权者。如果你真的成功了，我们接下来就有更多工作要做了。明白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海加德是否有大灾变前的元能实验记录？最好是和元能反应器有关的，这样等我进了隔网，找起来方便些。是有一些。你之前说过你在表层世界发生的事后，我刚好找到一些资料，其中有几份记录你一定会感兴趣。看过这些资料后，差不多就可以准备进入隔网了。帕洛蒂，那些资料我已经看过了，关于他们的真实性，亚夏州官方媒体的新闻报道，还有联邦残存的资料，哪怕过程可能和事实有些许出入，至少结论真实可信。但里面提到的极光工业爆炸案和我经历过的根本不一样。你说过，隔网表层世界与历史上的艾达是一样的，可如果资料写的都是真的，那我是不是已经修改了隔网内本应上演的历史？那接下来的一切还会和历史上的艾达一样吗？你的推理存在问题，
正是因为隔网内的历史不可修改，所以资料内的记录才一定会在隔网内发生。可是，难道还会有第2起极光工业爆炸案？黑死他们，注定会走向新闻里的结局。让你看这些资料，就是想提醒你，不要在表层世界花费多余的精力。难道你忘记莎莉了吗？当然没有。蔚蓝海岸有些远啊。对了，不如先去休德尔实验室吧。根据安可的短讯，梅丽尔已将休德尔原能瘟疫4事件上报联邦实验室，已被治安管理局查封。那就只能去蔚蓝海岸了。等等，安可给我发短讯了，他还说什么别的了吗？来自安可的短讯共41条，剩余未读短讯40条。40条，实在太多了。米娅，帮我简单总结一下吧。收到，处理中。安可发来9条笑话，2条侦探漫画最新话情报，2条10只魔女战记副本协战邀请，11条回声热门小猫4视频，8条快迟到了，请求开折月门送他上班。这都是以前发的了吧？新的有吗？最新的短讯是30分钟前。好长。总之，有灰狐的下落了。酒馆见。灰狐的下落，肯定又和极光工业有关。难道这次营救灰狐的行动，才是亚夏早报里提到的爆炸？授权者的任务是修复格索托斯，找到莎莉。这里的人是 AI 根据历史模拟的数据。米娅，不明白。米娅，其实我也不明白。但是经过了这么多事，我真的没办法再把它们看作简单的数据。退一万步说，我们本来就要找元能反应器，如果大家目标一致，还能多些帮手，不是吗？总之，先去酒馆看看吧。好，奥丁酒馆路线规划完成。研究员，你可算来了！快来看看我3天3夜不眠不休，发挥了极致智慧整理出的绝密极光工业究极全情报。这么努力，不太像你平时的作风哎。其实就是翻了遍箱底，把星期3收集过的情报都找出来了。灰狐在时就一直催他整理，只是被他一直拖到现在罢了。这个听起来才是 Ace 会做的事。所以这些情报里有什么重要线索吗？当然，我把
把全部情报加上极光工业公开的市场信息，都喂进了灰狐留下的那台解密终端。里面的 AI 已经将灰狐可能的藏身地圈出来了。不过这些情报都是以前收集的，现在也只能将范围缩小到极光工业旗下的几栋商业楼、生产厂区，还有路西斯的几处私人房产。嘿，剩下的就要交给冒着生命危险、发挥惊人演技、坚持正义对抗局长的天使警员洛斯林了。啊，这介绍也太长了吧，太长了。总之，我骗维尔斯说我是抓劫心切才打扰了他的计划，他听完就给了我一个停职调查的处分。这样一来，我反倒有了充足的时间跟踪他。听起来好危险。还有，你被停职调查了，那岂不是……你想说的我都明白，但风险越大，收益越大。安可拥有我的实时定位，并且我们已经约定了暗号。如果我出了事，安可有办法找到我。和你约定暗号的是西格。我已经将维尔斯在非工作时间经常出入的地点发给安可了，希望有助于你们营救灰狐。哼，维尔斯今天刚好在亚夏州政府开会，我打算潜入他的办公室，争取收集一些关键证据。安可，研究员，你们接下来的行动注意安全。我们会的。洛斯林，你也是。让我看看。结合洛斯林的情报，只剩下3处地点有待排查：蒲公英海岸的私人别墅、玲珑产业园的极光厂区，还有蔚蓝海岸一栋在建的大楼。没时间继续调查了，为了尽快救出灰狐，分头行动吧。我和 Ace 去蔚蓝海岸。研究员，你应该很熟悉玲珑产业园，那边就由你和梅来负责吧。其实我这段时间通过海加德的关系也查到了一些线索。蔚蓝海岸那栋在建的大楼，其实是极光工业另一个秘密的元能实验中心。你的意思是，那栋楼里藏着露西斯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最有可能关着灰狐？没错，我建议集中力量先调查一下这栋大楼。如果没找到灰狐，我们再去其他地方。可如果灰狐不在那儿，我们岂不是耽误了许多时间？我觉得还是同时探索多个地方好一点吧。别忘了，治安管理局是因为梅丽尔才暂时放过我们。如果现在分散开，我不确定治安管理局会做出什么事。他说的对，没有我在，对治安管理局来说，你们只是一群脱离管控的逃犯，随时随地可以被逮捕。哼，麻烦。那就一起去吧，那个什么海岸的